哎呦，又见面了，荧幕前的帅哥美女，大家好，我是 Ryan。很久没有 Night Drive 了哈，今天的 Night Drive 这辆车呢，就是比亚迪最近刚刚推出的 Atto 2。到底这辆 Atto 2有些什么特别之处？它的试驾体验以及它的电耗表现又如何呢？今天随着我的脚步来一起一探究竟吧。Let's go。本来我听说这个 BYD Atto 2呢是会在8月中还是8月尾推出的啦，但是这一次提早在7月中推出。我个人觉得很大原因就是他们要抢先在他的对手，也就是 Proton E-MAX 5正式进行巡回展之前，先推出拿到一波销量，所以他们才会提早在7月中推出。再来是这个 BYD Atto 2呢，它还有另外一个责任，就是要取代 BYD Dolphin 的地位。可能马来西亚人会比较喜欢 SUV 车多过于 hatchback 车啦，所以为了弥补这个空缺BYD 这一次也引进了他们的 B7 EV SUV 进来，也就是我身后这辆 Atto 2。来取代 Dolphin 的地位。当然，以上通通都是我的猜测了，并不代表 BYD Malaysia 啦在这个外形方面这个 Atto 2虽然讲它也是跟这个 Atto 3采用了同种设计语言，也就是 Dragon Face 龙脸的设计语言。Atto 3的外形设计就感觉到会比较张扬，而 Atto 2的话呢，是属于那种沉稳内敛的外形设计。再就是这一次这个 Atto 2呢，它还多了一种颜色，就是马卡龙的绿色。我相信这个马卡龙绿色会吸引到一些女性买家去购买像 Atto 2啦，因为那个绿色真的是太可爱了，也吸引到我了当然，这辆 Atto 2它的外形设计，另外一个吸引到我的点就是它的尾灯设计。一亮灯的时候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个无线的 design， 看起来这个无线 design 有点像是中国绳结的那种 design。再来是这辆 B7 的 EV SUV 呢，它的尾盖是没有任何的 Power Tailgate 的功能。它是采用了2支油压顶杆把这个尾盖给顶起来，它的里面呢也做了2个分层设计，我们可以把它的隔板放上，也可以放下，在不拿掉这一个私密遮阳板的情况之下，是可以放到3个20寸的行李箱。当把这个挡板放下以后，在不拿掉这个私密遮阳板的情况之下，是可以放到4个20寸的行李箱。这个尾箱容量，我觉得还算是蛮有惊艳到我了。毕竟这样小辆的车，这样小个的尾箱容量，竟然还可以塞下4个20寸的行李箱。至于这辆车呢，它是没有给到你 spare tire 啦，它是采用了5台机这一点来讲的话呢，算是电车最近常有的操作啦。作为一辆 B7 的 EV SUV 来讲的话，这个 Atto 2它的后座乘坐体验，我个人觉得要我打分的话，我会给它一个80分。首先就是它的头部空间，我个人觉得非常充足，前座跟膝部的空间也非常充足。加上这辆车是一个电车的关系，所以它的地台可以做得非常的平整。再来是它的皮革加上它的填充物用料，就是那种非常扎实舒服的用料。这辆 BYD Atto 2呢，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电池组跟车身结构是采用了 CTB 的结构，也就是电池组跟车身结构一体化的设计。可以看到现在我踩的这个地台也就是电池组的上盖，而下面呢就是电池组。这样子这个 CTB 有些什么好处呢？这个 CTB 的好处有几点。第一点就是它的电池容量都会比起采用传统电池包的电车来得更加的多，因为少了这个传统的上盖的关系所以他们可以塞入更加多的电池。第二个好处就是它的车身刚性呢，也会比起采用传统电池包的那种电车来得更加的好。毕竟这个电池都塞满了这个底盘嘛，所以这个车身的刚性肯定会比起他们来得强。在highway高速行驶的时候或者是 cornering 的时候都会比较稳这一点来讲算是这个 CTB 的特点至于这个 Atto 2它的 interior design 来讲的话，非常的 simple and nice， 它不会像 Atto 3这样子非常的特立独行，有非常个性化的设计，或者是非常张扬的设计。但是在用料方面这个 Atto 2呢也没有马虎啦，基本上你摸到的地方，它都还是采用了软材质。只不过相较于 Atto 3来说的话，有些特定地方它还是 hard plastic 啦，这一点没有办法去比啦。毕竟一辆是 C7 SUV， 一辆是 B7 SUV 嘛，价钱上面也会有所不同。至于萤幕主机来讲的话呢，尺寸方面 Atto 3跟 Atto 2也是有很明显的差异啦，一个大个一个比较小个，但是基本功能该有的还是相同的。而且对于这个 BYD 的软体来说我个人觉得它都会比起它的对手来得更加的成熟。毕竟这个 BYD在马来西亚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嘛，他们会更加的懂马来西亚人需要些什么东西。
主机里面他们已经内置了 YouTube 啊、Browser 这些功能，但是这个 YouTube 或者是 Browser 来讲的话，当你在行驶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打开啦，因为这个是一个安全法规的关系。所以如果是说今天你载小孩的时候要打开 YouTube 播 Cartoon 给他们看 ，BYD 的 software 就没有办法做到啦。可能 maybe 你需要找一些神人异士帮你去破解，或者是用一些外挂软体去做到可以一边驾车一边播放 YouTube 啦。Many minutes later. 好，刚刚简短的试驾了这辆比亚迪的 Atto 从 BYD showroom 驾到 Masai Highway 这边大概是有一个20分钟的时间了吧。对于这辆车，我只能说你需要投入的学习时间成本并不多，加上它的马力跟扭力对比其他的 EV 车来说其实并不大。毕竟它的马力只有177匹，扭力也只有大概是290牛米，它非常接近一辆 B7 1.5 Turbo 的 SUV 的那种马力跟扭力的数据，所以加起来的感觉其实跟油车并没有差太远。当然这辆车来讲的话有缺点嘛，确实是有几个缺点的啦。好像我现在加的我的时速是115的时候，我可以很明显的听到我的右侧这一个窗口这边那风噪哇，真的是很大声啊。这个风噪问题来讲，可能是因为这是一辆电车关系，所以它没有这个引擎的噪音，加上我没有开音乐所以这个风噪声确实会比较明显一点。当然你讲胎噪的话呢确实这辆车的胎噪也蛮明显的啦。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这辆车如果平常在 highway 驾驶一定要开音乐，不开的话那个噪音表现真的是不行啊。刚刚我有试了它的 ICC 跟车虽然说它的 ICC 跟车它现在已经能做到在一些比较大幅度的弯道的时候是可以跟着这个弯道去进行摆弯的但是它会以很多的动作来控制这个 steering， 来维持这个车道之中我抓住 steering 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哇，它一直在那边左右轻微的摇晃，所以我就觉得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就不太机智作为一辆电车，我个人觉得其实不应该有这样的表现毕竟电车嘛，大家都会觉得电车是一个非常有科技感的东西。所以科技感来说，这种 ACC 跟车ICC 跟车之类的都要做到非常的到位了。但是 BYD 的一路来到现在，我觉得还是有可以提升的空间可能接下来BYD 车型有引进它的那个最新中国版本那个天神之眼那么可能会有改变但是以现状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有待加强了它的 ICC 跟车。驾了 Highway 这么长的时间我个人觉得这辆车它的底盘结构确实不复这一个 CTB 的结构了，尤其是这个 Masai 的 Highway它的那种路坑那种起伏比较多的时候，还是可以感觉到这辆车是蛮稳的不会有太多那种坐船的感觉。这一点来讲的话，确实归功于它这个 CTB 的结构虽然说它的避震是采用了前面 MacPherson， 后尾是 Torsion Beam 的避震结构嘛，但是这个 CTB 确实有帮它加强到这个东西了。真的，这辆车如果是说你预算不可以很高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蛮简单、容易驾驭、可以考量的一辆 B7 EV SUV 啦。虽然说现在它的价钱是定在100千因为这一个政策的关系，所有进口的 CBU 的 EV 车来讲的话，它的价位都不可以少于100千但是听说这一个价钱，如果是说你们去到这个 BYD showroom 去问的话呢好像是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啦至于什么意外的惊喜，就不妨去到 BYD showroom 找他们的 SA 去了解看看吧。至于这辆车它的电耗表现嘛，刚刚我在 Highway 驾了差不多有20分钟，然后都是以110到120的时速来行驶，它的电耗表现是 12.1 kW per 100 km， 个人觉得还算是蛮 OK 了。我相信这辆车如果是说今天要把它从新山驾到 KL 区来讲的话，就很难你一定要在中间充电毕竟这辆车它的这个电池它的续航 NEDC 是400亿嘛，我们算它的 WLTP 大概是345，再扣掉一些可能冷气音响系统灯光这些blah blah blah 的东西，
算到来了，差不多是一个300公里了。所以300公里来讲的话，如果说今天要把这辆车驾去 KL， 以我的经验来说，肯定是要在舍人班还是哪里做一次充电的啦。没有办法，现在这个电车它的价位就代表了它的续航。你要高续航来讲的话，你就要付出更多的价钱、更多的金钱去买那辆车。所以这个人来讲的话就不变。电车其实你要我讲要跑远途的话真的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来的。因为电车跑远途你就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啦。就比如我刚刚说的在中间需要充电再来就是你在 highway 这些充电的费用肯定会比起油车来的高了，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用电车跑远途确实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来的。至于像AutoTune它的音响系统来讲的话，之前我也有测试过了，连接这个 Apple CarPlay 去听一下那个音乐，不负众望哦，在100千里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音响系统还算是蛮对得起这个价钱的啦。真的，这个音响系统 OK 可以拔盖。至于这 AutoTune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需要适应的点，就是这一次它是取消了中间的这个静压的档，所以变成了跟 Mercedes 一样的那个怀档杆嘛。这个 Signal 就变成是在左手边了。我没有记错的话啦 BYD 旗下的车好像是第一辆，也就是这辆 AutoTune 是采用了这样子的排档杆设计。如果是说平时你是驾一些日系车一些 Signal 在右手边的朋友换过来驾 AutoTune 的话那么你要付出的这个适应成本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 Signal 啦。当然它的那个 ACC 跟车ICC 跟车我觉得已经做到非常容易简单操作了。基本上 Steering 你只要按一按，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操作这个 ICC 跟车或者是 ACC 跟车等等之类的东西当然它的界面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容易简单因为有些电车真的把那个界面做到太复杂了，可能你要去找某些东西，你要按很多东西才可以找到你想要的调整。但是 BYD 在这个控制界面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它已经做到相当简化，也容易去寻找到操作者想要操作的东西。刚刚我在这个 JB 的 City Road 走了蛮久一下了，大概走了1个小时多。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 City Road 这辆 AutoTune 它的电耗表现如何在这个 meter 上面可以看到我一共走了 38.1 公里，再来驾驶了1个小时，平均时速是34公里，电耗嘛就是96 kW 和100 km。对于这个 9.6 kW 和100 km 的电耗表现，我个人觉得就属于比较中规中矩啦。可能这一点来讲是跟这个驾驶方式有差别啦。接下来就看有没有其他观众朋友接下来买了这个 AutoTune 过后可以做出怎样的电耗表现。也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栏分享，让我知道到底你们的 AutoTune 的电耗表现如何OK， 老规矩，0到100 100到0测试，开启 Sport Mode， 再来开启 BYD 特有的测试0百的模式OK， BYD AutoTune 0到100 100到0测试，3、2、1，走你！100踩下刹车，确实加速感还算是蛮快的7.6秒这边表显是7.6秒啦，不知道实际的这个0-100加速是多少啦，我们还是要看回放一下，来对比一下到底这个实际跟现在这个表显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啦。再来就是这辆车呢，它在100到0的时候踩下去刹车的感觉确实是蛮扎实的，停下来也蛮快的。最后来分享一下这辆 BYD AutoTune 有些功能是蛮实用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辆车呢，它是没有任何实体按钮可以调节冷气、冷度、风量、大小等等这些嘛，所有都是 build 在这个荧幕里面去做调节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1档吗？这个就是可以调整你的冷气的风量大小，这边就是可以调节你冷气的冷度，你可以通过这一边的调节来调节你的冷气的风量大小等等，就不需要去到荧幕那边去做调整。这点来讲，在驾驶的时候也会比较方便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荧幕这边，我全部换成了华语的应用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一些东西。Hi BYD， 我在听。
关闭冷气。好的，已经关闭空调啦。Hi BYD， 你好。打开座椅通风。好的，正在帮你打开主驾座椅通风。除了这个华语界面之外啊，你也可以用上这个中文语音控制来做到一些比较细致的调节。这一点来讲，就是比起他的对手来得更强劲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会说这个 BYD 的软体啊，都会比他的对手来得更加的进步？毕竟这些都是由时间、经验累积而成的。所以这一点来讲，算是他的对手是需要进步的地方啦。好，观众朋友，以上啊就是今天这辆 BYD Atto 2的全部内容好啦。不知道你们觉得这辆车如何呢？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除此之外，住在新山区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们对于这个 BYD Atto 2或者是其他 BYD 车款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不妨可以来到位于 Mid Valley 的 BYD showroom， 或者是他们新开位于 The Brow 的 3S BYD showroom， 找他们的 SA 了解看看哦。我会把他们的地址、联系方式都放在下面留言置顶在那边。OK 啦，这样的话呢，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好，早上还车的时候啊，我也发现到这个车道偏离提醒跟车道维持辅助功能，我昨晚关掉了嘛，可是到了早上，它竟然还是保持关着的。这点说明了这个 BYD System 它是有记忆功能的，它是可以记着这个使用者是要怎样的 setting， 就不像他对手这样子，他的对手每次一上车重启的时候，就需要进到 System 里面把这些不要的功能给重新关闭。就整个非常麻烦，所以这个 BYD 的软体啊，就确实非常符合我们平常日常的使用需求啦。